大家好，我是 Tony。我们今天来石门旅行，现在要来造访石门著名的18王公庙。18王公庙在过去是盛极一时，不过后来就逐渐没落了。我大概也10几年没有来了。前面那里是石门肉粽小农市集。早期因为18王公庙游客非常多，即使到深夜都很多游客，所以当时很多商家在这边卖肉粽。 所以这里就成为石门肉粽的发源地。那两边腿比较瘦哦。看到了。18王公庙，早期的北海岸公路会经过18王公庙的庙前，后来新建了外围的高架道路之后。 公路没有直接从18王公庙前通过，这也是造成18王公庙没落的开始。这里是台湾第一座核能发电厂的废水排水口。前华18王公庙，这边广场有狗狗的雕像。 18王公庙有名的是这一只狗，这是后来改建之后的18王公庙。前面是18王公桥，所以早期的滨海公路宽度就是这样子而已。18王公的故事大家都应该很清楚了，就是当年先民渡海来台，发生船难。 船上17人全部罹难，那只有一只狗存活下来。后来本地的居民掩埋这17位罹难者的时候，这一只狗就很忠心的跳入墓穴里面一起寻死，所以就被尊称为18王公。那18王公是17个人再加一只狗，那最灵验的当然就是那一只狗，所以那一只狗也成为18王公庙 最主要的一个算是精神象征吧，所以18王公庙是属于阴庙，是一个合葬墓。那因为公路地基抬高的关系，所以现在合葬墓是在地下室。18王公义犬。 18王公庙是属于所谓的阴庙，所以早期在六合彩大家乐盛行的时候，很多人会来这边求签拜拜。也因为这样的时代背景，造成当年18王公庙是北海岸非常著名的一间寺庙。18王公。 当年的义犬，如今成为神奇。这是台湾独特神奇的宗教信仰。摸狗头住大楼，摸狗耳赚钱满满是。我老婆没去过，我曾经参观过一次。 地下室是18王公的合葬处。前面是18王公桥，旁边这里就是台湾第一座核能发电厂，也是1970年代著名的台湾10大建设之一。当年普遍被称为金山核能发电厂。 不过实际上是坐落在当时的台北县石门乡，现在的新北市石门区。第一核能发电厂总共有2个机组，分别在1978年、1979年开始发电。当时核电厂设定的经营年限是40年，所以第一核能发电厂的1号机组、2号机组
已分别在2018年、2019年除役，但是整个后续除役的工程大概还要花25年的时间。那目前核废料也是暂存在这个厂区里面。我听说第一核能发电厂的员工是蛮相信18王功的，500波比，所以第一核能发电厂40年来没有发生重大事故，平安退役。我们现在离开18王公庙了，接下来我们就要前往附近万里的核二厂。核二厂是有开放参观，因为里面设有台电北部展示馆。我朋友参观过，说里面很凉快，冷气很强。既然造访了18王公庙的核一厂，就顺便去核二厂参观一下，看看台电北部展示馆的展览内容，顺便吹吹冷气。肉粽小农市集，现在的生意当然不比当年了。当年18王公庙一年可以收到1亿元的香火钱，而18王公庙曾经有过的盛况，就往事只能回味了。哦，看到一只狗狗。我们抵达台电北部展示馆，就位于核二厂内。这里停了好几辆游览车，所以蛮多游客来参观的。那核二厂现在也已经退役了，因为这里也运转超过40年，所以这边的1号机、2号机分别在2021年、2023年退役。那现在核二厂已经进入除役阶段，应该也是要经过25年的除役过程，才会算完全结束这个厂区的营运。北部展示馆，低压气轮机转子，美国西屋公司制造，重达139公吨。台电北部展示馆，核二厂位于万里的国胜埔，所以又被称为国胜发电厂或国胜埔发电厂。未经本馆同意，禁止商业类拍照、录影、录音。那我就不拍照了，因为 YouTube 频道算是商业频道。我们参观完毕了，不过刚刚在展示馆，我有跟工作人员确认过，就是这边不能商业摄影，包括拍摄的影片在 YouTube 频道播放都算是商业摄影，所以我就没有录影了。参观完毕，就买了这边的国胜冰棒，就出来外面吃。这应该是红豆冰，不过今天已经卖完了，所以我这个是绿豆牛奶。那我们今天的18王公庙，还有台电北部展示馆之旅就在这边结束，谢谢收看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影片下方的文字资讯栏里面有本次旅行路线的 Google 地图网址连结，欢迎您点选网址，打开地图作为旅行的参考。